公元2044年，国运擂台降临，各国通过召唤历史英雄进行殊死搏杀，胜者国运昌隆，败者国破家亡。然而龙国却因历史断层剩遗物缺失，遭遇5连败，即将面临国运清零的灭顶之灾。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拿着一本《西游记》走上了擂台。既然历史已经破碎，那就用比历史更高维度的东西来填补。听到这300斯巴达战士身后的灯塔国召唤者，罗伯特露出一脸的嘲讽与嗤笑。你们召唤所谓的名将，在我们经过基因重组还原的斯巴达300战士面前，就像是纸糊的玩具。龙国的朋友们，承认吧，你们的历史断层了，你们根本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强者。闻言，龙国区域直播间一片哀嚎。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人物这么弱？难道我们5000年的文明都是假的吗？不是假的，是因为历史断层，我们找不到圣遗物，召唤出来的英灵根本没有神智，只有本能。然而此时的领队却一脸愤怒地看着我。顾青，你疯了！你只是个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让你来是为了让你查阅资料，不是让你上去送死。闻言，我则一脸淡然。之前场合之所以败，是因为他们太迷信真实。由于历史断层，我们挖掘出的史料残缺不全，用残缺的真实去对抗对方完整的霸权，结果必败无疑。听到这，领队顿时急红了双眼。那你有什么办法？你也变不出完整的史料。谁说一定要史料？既然历史已经破碎，那就用比历史更高维度的东西来填补。领队一脸疑惑，什么东西？顿时我举起手中那本写着《西游记》的残破书籍。神话。这时机械的电子音播报响起，华夏代表选手入场，顾青。看着走上台的我，观众席内顿时传来各国观众的嘲笑声。搞什么？派个书呆子上来，连盔甲都不穿，他是来投降的吗？然而擂台上的罗伯特则露出了更加轻蔑的笑容。哦，一位学者，年轻人，这里是绞肉机，不是图书馆。你手里的那本书能挡住我的长矛吗？闻言，我深吸了一口气。罗伯特先生，你刚才说华夏的历史是弱小的，你信奉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才有力量，对吗？听到这，罗伯特摊开双手。难道不是吗？我的斯巴达勇士每一块肌肉的数据都源自史料记载，而你们靠臆想吗？闻言，我的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不，人类最伟大的力量从来不是记录已知，而是定义未知。你引以为傲的真实历史，在我们龙国的虚构浪漫面前，话落，我猛地将手中的《西游记》高高抛起，不过是尘埃罢了。说着的同时，我猛地咬破舌尖，一口心头血喷在书页之上。在这个世界，历史已死，今日我以龙国5000年幻想之力重铸神话，显化吧！灵根玉韵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下一刻，原本铅灰色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一道纯粹霸道到极致的金光从那裂缝中狠狠地轰击在我面前的地面上。然而随着金光散去后，地面上仅仅只有一块巨大的石头立在了擂台中央。见状，擂台下顿时爆发出了一阵猛烈的嘲笑声。石头？他召唤了一块石头，笑死我了！他是想用石头砸人吗？看着不远处的石头，罗伯特也忍不住的笑了。石头？笑死我了！这就是你的神话？一块烂石头？没有理会罗伯特的嘲笑，我一脸狂热虔诚地看着那块石头。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紧接着无数道裂纹如蛛网般迅速在巨石上蔓延，一股恐怖的高温从石头内部爆发了出来，赤红色的蒸汽瞬间笼罩了整个擂台。斯巴达勇士们的双眼顿时眯了起来，他那野兽般的直觉告诉他，有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正在苏醒。而罗伯特脸上那傲慢的笑容也凝固了。那时话音未落，烟雾中陡然射出2道金色的光柱，一声仿佛来自远古洪荒又带着几分戏谑与狂傲的声音从烟雾中传了出来：吵死了，俺老孙才睡了一觉，是哪个部长眼的毛神，敢在俺的花果山前叫阵？随着烟雾散去，一个身穿黄金锁子甲、扛着黑铁棒子的瘦小身影站在了我的身前。见状，罗伯特爆发出了一阵狂笑，哈哈哈哈！上帝啊，这就是你的底牌，一只马戏团的猴子！斯巴达勇士们也发出了低沉的哄笑声，在他们的眼中，这种瘦小的生物甚至不需要动用长矛，一只手就能捏死。看着面前的那个背影，我的眼眶顿时红了。虽然我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精神力量正在疯狂地涌向那个身影，但我还是强撑着身体行了一个古老的抱拳礼。大圣，晚辈顾青，今日借大圣神威，只为平不平之事，杀不义之人。闻言，那大圣的火眼金睛在我的身上扫视了一圈，你这书生身子骨太弱，换俺老孙出来，怕是要折你30年阳寿。听到这，我那惨白的脸上露出一个坦荡的笑容，30年而已，若能扬我国威，60年也拿去。闻言，大圣眼中闪过一丝意思，随后露出一个狰狞与欣
欣赏的笑容，嘿嘿，有点意思，比当年那个只会念经的和尚强。说完，大圣转过身看向了不远处的300名斯巴达勇士，在这一瞬间，他身上那股慵懒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天地变色的暴力。刚才就是你们这群插标卖首的草包吵醒了俺老孙。感受着大圣身上的寒意，罗伯特厉声喝道：“进攻，把他剁成肉泥！我不相信科学数据会输给一只猴子。”话落，300斯巴达勇士拿着青铜盾牌与长矛，向着大圣冲了过来。看着冲来的斯巴达勇士，大圣脸上却露出了极度无聊的表情。这就完了？没有法宝，没有神通，甚至连个变化都没有，无趣！俺老孙当弼马温的时候养的马都比你们有灵性。下一秒，斯巴达方阵撞在了大圣的身上，看着腾起的巨大烟尘，罗伯特握紧了拳头。结束了，这就是物理法则的胜利。无论他是人是妖，在3吨重的冲击力下，未等他说完，一个轻飘飘的字眼从烟尘中心传出，定！瞬间，斯巴达方阵竟然诡异的静止在了原地。大圣嗤笑了一声，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真实力量。说完，他的手指轻轻一弹，下一刻，最前排的几十名斯巴达勇士身体直接爆成了一团血雾，剩下的则倒飞而出，狠狠地砸在了擂台边缘的能量护罩上。看到这一幕，罗伯特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不科学，质量守恒定律呢？动量守恒呢？这不可能！闻言，我擦去嘴角的血迹，冷冷地看着罗伯特。科学在神话面前，你的科学只是低微的解释。大圣不在3界内，跳出5行中，你的物理法则管不到他。擂台中央的大圣一脸意犹未尽地吹了吹手指上的灰尘，太脆了，不经打。问那个黄毛妖怪还有没有能打的？若是没有，俺老孙就要砸了你这破烂台子，回花果山睡觉了。听到这极度恐惧与羞怒的罗伯特浑身颤抖，他咬着牙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别得意，这只是第1阶段，启动备用方案，召唤神王列奥尼达斯本尊，开启温泉关死战模式。随着他的怒吼，那些倒在地上的斯巴达战士尸体突然燃烧起来，无数血红色的光芒汇聚到了擂台中心。紧接着，一个身高超过3米、浑身燃烧着复仇火焰的巨人缓缓地站了起来。列奥尼达斯举起手中的血红色长矛，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好，我要撕碎你！”看着面前的对手，大圣终于提起了一点精神，合体了，有点意思。既然变大了，那俺老孙也陪你玩玩。话落，大圣手中的棒子疯狂变大，顷刻间，一根直径超过5米、长达100米的擎天巨柱横亘在了擂台之上。看着开始胆寒的斯巴达王，大圣咧嘴一笑：“嘿嘿，大块头，既然你这么喜欢玩长矛，那俺老孙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一力降10会。”话落，大圣举起无比巨大的棒子，狠狠地砸了下来，而整个天眼场的空间屏障在金箍棒挥下的瞬间，竟然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痕。在指挥台上的罗伯特歇斯底里的尖叫出声，举盾，开启绝对防御。感受到灭顶之灾的列奥尼达斯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全身的血色火焰燃烧到了极致，手中的巨型盾牌化作一道实质化的红色光幕，试图挡住那根从天而降的金色天柱。然而那道红色的绝对防御光幕连0.1秒都没撑住，就像气泡一样破碎。紧接着，列奥尼达斯在金箍棒接触到他身体的一瞬间，整个人直接气化了。去势不减的金箍棒狠狠地砸在了擂台的钛合金地板上，直接就将号称能承受核弹攻击的天眼场擂台整齐地劈成了2截。全球直播间也在这一瞬间陷入了黑屏，足足过了5秒钟备用线路才切入，画面重新亮起。然而此时的废墟上只剩下了那个扛着棒子傲然而立的身影。大圣有些嫌弃地看着金箍棒上沾染的一点血迹，真不经打，还没俺当年闹天宫时的巨灵神的一根脚趾头硬。而这一幕也让屏幕前的数十亿观众震惊地失去了语言能力，毕竟眼前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在这个世界，大家习惯了拿着历史书计算数据、比较装备、分析战术，没有任何人见过这种甚至不需要讲道理，直接把桌子都给你掀了的力量。站在龙国备战区的领队眼泪夺眶而出，赢了！而华夏直播间的弹幕也瞬间淹没了屏幕。大圣牛波一，顾青牛波一，谁说我们没历史？我们有神话！就在这时，再也撑不住的我双腿一软，向后倒了下去。就在我即将倒地的一瞬间，一只毛茸茸的手扶住了我。小子，你的身子骨太差，回去多吃点桃子。大圣虽然嘴上嫌弃，但他却将一股暖流输入了我的体内，护住了我的心脉。感受着身体的变化，我虚弱的笑了笑，多谢大圣。这时大圣眼神不屑，抬起头看向了空中那些还没散去的无人机。这方天地灵气稀薄，妖气却重，俺老孙待不长久。说着的同时，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那是召唤时间即将结束的征兆。小子，俺老孙去也！这棒子打得还算痛快，下次若有更强的妖怪，再换俺来。说完，大圣的身形化作一道金光，重新钻入了我怀中的那本《西游记》里。这时擂台废墟中的罗伯特灰头土脸地爬了出来，他眼神带着深深的恐惧和怨毒看向了我。顾青、龙国，你们作弊，那根本不是历史人物，那是虚构的怪物，我要上诉，我要向天眼委员会控诉你们。看着气急败坏的罗伯特，我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作弊，罗伯特，你听好了，在这个擂台上，你们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死人留下的灰烬，而我的神话是活着的文明，这只是开始。下一场，我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绝望。这一战顿时让全球都无比震动，龙国逆风翻盘的消息瞬间霸占了所有热搜。而在当天夜里，天眼委员会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灯塔国的代表重重地将一份文件摔在桌上。我代表灯塔国正式提出动议，龙国选手的召唤方式存在巨大的逻辑漏洞，如果不加以限制，这场国运擂台赛将失去公平性。闻言，龙国的老外交官冷笑一声：公平？你们用2战的坦克碾压原始部落的时候讲过公平吗？你们用基因强化的斯巴达去打我们普通的明朝士兵时
讲过公平吗？怎么，现在我们赢了一场，就开始讲公平了？这不一样，我们召唤的是历史，是真实存在过的荣耀，而那个顾青召唤的是谎言，是童话。如果这也可以，那我下场是不是可以召唤超人，召唤哥斯拉？如果您能拿出哥斯拉属于灯塔国文明历史的文化孤本作为媒介，且能与其产生精神共鸣，悉听尊便。这时委员会主席敲了敲木锤，打断了争吵。经委员会技术组裁定，华夏选手顾青的召唤方式虽然并未直接违反文明所属原则，但其能量波动异常，且召唤物孙悟空的物理破坏力超出了当前赛场的承受阈值。为了维护擂台赛的可持续性，以及为了验证文明的真实底蕴，委员会决定通过以下限制条款。画落屏幕上跳出了几行红色的大字：下一场比赛场地锁定为无尽深海，所有陆地单位属性削减80%，强制进入海战模式。2. 召唤媒介必须为经过碳14检测、历史超过100年的真实古籍孤本。3. 召唤物的体型与力量将严格与召唤师的生命体征挂钩。召唤物受伤，召唤师将承受同等痛觉；召唤物死亡，召唤师一并脑死亡。看到第3条时，龙国代表猛地站了起来，这是谋杀，这是针对。文言主席面无表情地看着龙国的代表，这是规则，如果龙国对此有异议，可以视为弃权，弃权的后果你们很清楚，国运清零，国土割裂。另一边，我脸色苍白地躺在了病床上，而领队则站在床边讲着下一场比赛的规定。顾青别去了，这摆明了是要你的命，我们哪里有能打海战的神话？哪吒闹海那是淡水，到了深海里怎么打？而且还要用古籍孤本，我们带来的书里符合年份的就那么几本。闻言，我艰难地睁开了双眼，把我的箱子拿来。听到这，领队红着眼眶拿来了一个装着10几本残破线装书的箱子，我的手指在一本本古籍上缓缓划过。《山海经》残卷太凶险，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召唤出的异兽可能会先把自己吃了。《封神演义》太宏大，那是灭世级别的因果，现在的国运值还撑不起诛仙阵。镜花缘太柔，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最终，我的手指停在了一本封面为庄子的黑褐色薄书上。随后，我的嘴角勾起一抹虚弱却疯狂的笑容。他们以为把战场搬到海上就能赢了。看着我手中的庄子，领队顿时急了：“顾青，你要用这本？这是哲学书啊，这怎么打仗？里面讲的都是修身养性、无为而治，难道你要上去跟对面的舰队讲道理吗？”不，领队你不懂，西方人的海是战舰，是掠夺，是把海洋当成通往金矿的道路。但龙国人的海不一样，我们的海是气，是吞吐天地，是包容万物，是不知其几千里的浩瀚。他们想比大，那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说完，我的眼中突然爆发出了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神采。领队，帮我准备一下，下一场我不带刀，不带剑，我只带这一本书。3天后，第2轮比赛正式开启。这一次擂台变成了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深蓝海域，人造的狂风卷起10几米高的巨浪，黑色的海水像墨汁一样翻滚，散发着令人恐惧的深邃含义。此时，西方阵营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海战是我们的主场，这次看那个龙国人怎么死。听说他带了一本讲道理的书上去，哈哈哈，笑死我了。这时2道光柱分别落在了海域的两端，西方阵营的光柱中走出一个穿着华丽海军上将制服的中年男人，此人正是号称大航海之子的埃尔南多。只见他此时举起了一个古老的6分一胜一物，出来吧，我的骄傲，征服七海的王者。话落，足足50艘巨大的多维帆船破开水面缓缓浮现，虽然是木质结构的帆船，但经过国运加持的它们，坚固程度早已超越了现代驱逐舰。而那黑洞洞的炮口里装填的不是普通火药，而是带有破魔属性的炼金炮弹。这时，埃尔南多站在旗舰的船头，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远处的我，看到了吗？这就是历史的厚重，这就叫坚船利炮，这才叫力量。然而此时的我盘腿坐在了一艘小的可怜的乌篷船上，在我的膝盖上正放着那本黑褐色的庄子，看着仿佛随时都会被浪头打翻的小船，埃尔南多笑得眼泪都出来。你是来钓鱼的吗，龙国人？全球的观众也惊呆了，这就是华夏的应对。那小船连一发炮弹都挡不住，没有理会漫天的嘲笑。我低着头轻轻翻开了手中的古籍，随后我的声音在某种奇异力量的加持下，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北冥有鱼。没等我说完明白反派死于话多的埃尔南多瞬间大手一挥，开火！话落50艘战舰的加农炮同时咆哮，密集的炮弹如同雨点般向着那艘孤零零的乌篷船覆盖而去。然而就在第一枚炮弹即将触碰到乌篷船的那一刻，我的手指按在了书页的某一行字上，其名为鲲。下一刻，那些带着毁灭气息的炮弹在进入我方圆100米范围内的瞬间，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动力，纷纷掉进了海里。这一幕让埃尔南多无比的震惊。什么？哑火了？这不可能，这是炼金炮弹，怎么可能哑火？继续开火，靠近了打，撞沉它！顿时无敌舰队开始推进，巨大的船只带着碾碎一切的气势向着乌篷船冲去。另一边的我虽然七窍都在缓缓流血，但神色却无比的平静。鲲鹏是道家宏大世界观的具象化，这种层级的具象化需要的精神力相比较大圣，可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此时的我声音变得无比沙哑，每一个字吐出都伴随着一口鲜血。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随着这句话落下，原本墨黑色的海水突然开始发出一种深邃的幽蓝色的荧光。站在战舰上的埃尔南多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他能感觉到脚下这艘拥有传灵的战舰在恐惧。这时旗舰的大副颤抖着指着声呐探测仪的屏幕，屏幕上原本代表海底地形的线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巨大的红色
色阴影，大到屏幕根本装不下。长官，水深正在急速变浅，1000米、500米、100米，下面有东西，有个超级巨大的东西在浮上来。闻言，埃尔南多顿时慌了，他冲到船舷边，探头向下看去，透过海水，他看到了一只眼睛，一只比他的旗舰还要巨大的眼睛。这一幕让埃尔南多感到头皮发麻，双腿发软。这是生物？这怎么可能是生物？地球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生物。这时我缓缓地合上了手中的书籍，随后抬起满是鲜血的脸，露出了一个凄美的笑容。这就是华夏的量级仪器。话落，整个海面直接从中间顶了起来，处于中心的无敌舰队瞬间遭遇了灭顶之灾。那50艘坚固的战舰被抛向了几百米的高空，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重重地砸了下来。在那漫天的水雾和破碎的船板之间，一个脊背缓缓露出了水面，仅仅是一个脊背就连绵不知几千里。埃尔南多抓着旗舰的残骸，精神彻底崩溃。这是作弊，这不是船，这不是鱼，这是大陆。然而在这毁天灭地的动荡中，我的小船依然稳稳地悬浮在鲲的背脊旁。这时我再次翻开了书到下一页，虽然此时的我双眼已经彻底看不见了，但我依然凭借着肌肉记忆念出了下一句：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咚的一声，仿佛心脏跳动的巨响在天地间回荡。只见鲲那巨大的背脊两侧突然伸展出来了2只翅膀，而这不仅仅是生物形态的转变，更是生命层次的飞跃。下一刻，那头比城市还要巨大的鲲镜缓缓脱离了海面，无数吨海水像瀑布一样从它身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壮观的暴雨。看着仅剩的几艘战舰，埃尔南多陷入了最后的疯狂。他爬上一门还没被摧毁的火炮，对准了远处那个渺小的船只。只要杀了你，这一切就会消失。去死吧！话落，一枚带着埃尔南多最后希望的炮弹朝我射了过来。这时感应到主人危险的鹏只是轻轻地扇动了一下翅膀，一股比台风还要强烈的气浪从鹏的翅膀下席卷而出，直接将那枚炮弹吹返了回去。见状，埃尔南多发出了最后一声惨叫，随后他和他的残余舰队连同方圆几十海里的海水直接被这股狂风抹去了。看着越飞越高并且逐渐消散的鹏，我不由得一阵感慨，这才是庄子的力量。在这个维度里，什么无敌舰队，什么大炮巨舰，不过是尘埃也。这时我的精神力也彻底的消耗殆尽，随后猛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整个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软软的倒在了乌篷船里。良久之后，裁判颤抖的声音才响彻全场：胜者龙国。而龙国直播间里此时也只剩下了满屏的泪目。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老祖宗的想象力领先世界5000年，顾青他还能站起来吗？没多久，我便被领队和医生带进了医务室内。躺在维生舱里的我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摘下口罩，对着领队无奈地摇了摇头。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内脏多处出血，脑部神经元活跃度极低，他是在燃烧灵魂。照这样下去，最多再撑2场，他就会变成植物人。闻言，领队痛苦地捂住脸蹲在地上。下一场是精神污染战，那是针对灵魂的攻击。他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打？就在这时，天眼委员会的紧急通知到，鉴于华夏选手的特殊状态，以及为了增加比赛的观赏性，第3场比赛主题定为梦魇，场景为随机生成内心恐惧的太虚幻境，规则是禁止物理攻击，纯精神力对抗。对手为精神系大法师的大不列颠代表，召唤物为克苏鲁神话体系之不可名状者。听到克苏鲁这3个字的领队脸色瞬间煞白，让一个已经精神濒临枯竭的盲人去对抗克苏鲁，这是要赶尽杀绝啊！就在这时，维生舱里的我手指突然动了一下，虽然因为耳膜受损我听不见也看不见，但我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你用不可名状的触手怪来吓我，那我便请出这世间最繁华也最虚幻的大观园，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太虚幻境。第2日，天眼场的擂台变了，变成了一个没有天没有地没有重力的灰白色虚空。在这里，物理规则失效，只有意志力的强弱决定一切。这时，大不列颠的备战区里走出了一个拿着手杖的高瘦男人，此人则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心理学博士，同时也是一名深潜于神秘学的黑魔法师。看着那片灰白色的虚空，爱德华嘴角裂开一个夸张的弧度，多么完美的画布，适合用来涂抹绝望的颜色。然而此时龙国的入场口却一片死寂。过了许久，我坐在轮椅上被工作人员推了出来，看着我的样子，全球的观众不忍直视，一个瞎子怎么跟能够操控精神恐惧的大法师打？看到我的惨状，爱德华优雅地行了个脱帽礼。顾青先生，出于绅士风度，我可以让你先手，或者你可以选择直接投降，我会给你一个体面的脑死亡。闻言，我的手指轻轻抚摸着腿上的《红楼梦》。投降。在我的家乡有一句话，假作真实，真亦假。爱德华，你信奉的是恐惧，你觉得未知的不可名状的东西最可怕，但在我们龙国最可怕的不是怪物，是命。听到这，爱德华皱了皱眉头，不知所云。既然你急着发疯，那我就成全你。话落，他直接举起了手杖。降临吧，来自拉莱耶的梦魇，旧日的支配者，让这个可怜的虫子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不可名状的恐怖。下一刻，虚空剧烈扭曲，无数黑色的粘液从突然裂开的虚空中涌出，最终那些粘液在空中聚合成了一群长满了触手、眼睛和牙齿的怪诞生物。去吧，吞噬他的理智。没有理会冲来的怪物，我只是轻轻地翻开了书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话落，一道淡淡的粉红色雾气突然从我的身上弥漫开来，那些不可名状的怪物在接触到这粉红雾气的瞬间变得非常缓慢，原本充满杀意的尖叫也变成了低沉的呜咽。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随着后2句念完，场景也彻底的变了。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古色古香的牌坊。那些冲到我面前的克苏鲁怪物像是撞进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他们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仿佛从高清现实跌入了水墨画里。这一幕让爱德华愣在了原地，他此时只感觉自己的精神连接被一种奇怪的力量干扰。这是什么幻术？你也想造梦？在克苏鲁面前玩梦境，你是班门弄斧，大更加疯狂，更加混乱。爱德华咆哮着，加大了精神力的输出，有了更多精神力加持的怪物体型暴涨，试图撕碎这个看起来脆弱不堪的牌坊。虽然看不见，但我还是微微侧头注视着虚空中的某个点。你觉得你的神很古老，石头也很古老。开门！下一刻，牌坊后的大门缓缓打开，内部的大观园缓缓出现了12道虚幻的倩影，而这些倩影正是被命运困住的可怜女子精灵12钗。这时，冲在最前方的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想要将那12个倩影吞噬。然而，一个身穿素白衣裳、肩扛花锄的林黛玉虚影轻轻叹了一口气，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下一刻，那个正在冲锋的怪物突然停了下来，他那7张嘴里原本流淌着的腐蚀性唾液突然变成了眼泪，身上的暴力之气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忧郁。随后，他的身体开始自行瓦解，变成了一片片黑色的花瓣飘向了远方。见状，爱德华一脸的惊恐，这不可能，他是纯粹的恶念集合体，他没有感情，怎么会哭？万物皆有情，哪怕是一块顽石，受了天地精华也会动凡心。你的怪物既然有意识，那就逃不过情字一解。闻言，爱德华疯狂挥舞手杖，我不信，给我杀，不要受干扰。这次，一只代表着全知与窥视巨大的章鱼形生物冲了出来。见状，一阵泼辣却又带着几分威严的笑声响起。他看着那只满身眼睛的怪物，眼中没有丝毫恐惧，反而透着一股精明算计的寒光。这是哪家的亲戚？长得倒是个新鲜样。话落，王熙凤手中的令箭一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青青性命。刹那间，无数道金色的因果线从虚空中浮现，死死地缠住了那只章鱼怪。顿时，那只章鱼怪的每一只眼睛里突然映照出了无数个人类的贪嗔痴恨。对于习惯了直来直往、靠本能杀戮的克苏鲁怪物来说，这种人类的复杂性才是真正的精神污染。章鱼怪发出一声惨叫，他的触手疯狂的打结，像是要把自己的脑袋挤爆。最后，他在那无穷无尽的心眼中活生生把自己勒死。而这让爱德华开始后退，怀疑起了自己。他引以为傲的股神眷属，一个变成了忧郁症患者自我埋葬，一个变成了精神分裂症自我毁灭。这个华夏人的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此时我嘴角的笑意越来越冷，这就是文明的厚度。你的恐惧太原始了，仅仅是长得丑、触手多、体积大，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恐怖。真正的恐怖不是怪物吃人，是礼教吃人，是命运吃人，是你知道结局却无力改变的绝望。大观园，起！下一刻，爱德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一块被丢弃在大荒山无稽崖下的顽石，而他召唤出来的那些怪物也变了。有的变成了日日以泪洗面的丫鬟，有的变成了被父亲暴打的纨绔子弟，有的变成了被卖入青楼的薄命女子。不，我不要当石头，我是高贵的！爱德华惊恐的大叫，但他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只能在心里无声的呐喊。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德华的精神防线彻底崩塌了。放我出去！我认输！我认输！而那些克苏鲁怪物也在太虚幻境的侵蚀下，一个个化为了青烟，消散在虚空中。没多久，爱德华突然丢掉手杖，跪在了地上，他双手死死掐着自己的喉咙，眼泪鼻涕横流，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呓语：假的，都是假的，我也没那个命，我也没那个福。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看到这，领队顿时急了：顾青够了，他已经疯了，快停下，你的身体撑不住了。然而这时我却发现自己似乎停不下来。《红楼梦》这本奇书太重了，一旦开启了太虚幻境，那种想要归于虚无的引力，连召唤师自己都难以抗拒，并且自己能感觉到意识正在飘离身体，飘向那块写着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牌坊。此时我的心中一阵苦笑，我也要变成石头了吗？这样也好，太累了，真的很累。就在这时，一只并不存在的手轻轻按在了我的肩膀上，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脑海深处响起：小子，还没完呢，俺老孙被压了500年都没认命，你这才哪到哪？醒来！下一刻，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虽然大圣已经回到了书中，但他留下的那一缕战意，在这关键的时刻护住了我的最后一丝清明。同时，太虚幻境也在瞬间崩塌。回到现实的爱德华则口吐白沫，彻底昏死了过去。这时，裁判的哨声终于响起：胜者龙国顾青。听到这，我虚脱般的笑了笑，紧接着彻底陷入了深度的昏迷。看着那道昏迷的身影，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再敢发出质疑。从物理碾压到体量碾压，再到精神碾压，龙国顾青以一人之力连挑3强，这本身就是实力的绝对证明。夜晚，龙国备战区的气氛沉重的令人窒息。医生说他的脑波活动非常微弱，虽然赢了，但他可能真的醒不过来了。旁边的副领队咬着牙将一份刚刚收到的文件递了过来。西方联盟急了，他们刚刚通过了第4场比赛的规则修改。看着手中的文件，领队瞳孔瞬间收缩。工业，这就是明摆着欺负人。我们龙国错过了2次工业革命，我们的神话里哪里有机器，哪里有齿轮？难道要顾青去召唤墨子的木鸟去打对面的巨型机甲吗？闻言，副领队声音颤抖，而且对方的代表是那个机械狂人施密特，听说他准备召唤陆地巡洋舰。另一边的我静静地躺在维生舱里，然而我的意识却在虚空中冷笑：你们觉得华夏没有工业神话？你们觉得只有齿轮和蒸汽才叫机械？错了，早在3000年前，我们就有了最
最恐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概念。早在封神时代，我们就有了飞天遁地移山填海的法宝机甲，哪吒的莲花化身那是生物机械意志，雷震子的风雷双翅那是单兵飞行外骨骼，十绝阵那是能量立场发生器。想比科技，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仙侠朋克。下一刻，我那心电监护仪上原本微弱的曲线突然跳动了一下，此时的擂台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座喷吐着黑烟的钢铁迷宫，地面完全由生锈的齿轮和铆接钢板铺就，无数根粗大的蒸汽管道像血管一样在大地表面盘根错节。天空中没有太阳，只有永远燃烧的炼钢炉火光。施密特博士看着这片场地，陶醉地深吸了一口气，美妙，实在是太美妙了。这才是人类的进化方向，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钢铁，是动能，是燃烧效率。华洛他猛地拉下了操作杆，出来吧，德意志的工业结晶，陆地巡洋舰 P1000巨属。下一刻，大地开始剧烈震颤，一辆重达1000吨、长达35米的超重型坦克缓缓地出现，而在巨属的身后是整整一个装甲师团，虎式坦克、豹式坦克，加上半机械化的掷弹兵团。天空中3艘如乌云般庞大的齐柏林硬式飞艇缓缓压下，另一边领队死死地按住维生舱的盖子。顾青，你疯了！外面是上千吨的坦克，是工业革命。我们的神话里只有冷兵器，你拿什么打？拿大刀去砍装甲板吗？我们弃权吧！闻言，我推开舱盖，一把扯掉了身上的管子。领队，你错了。西方人以为用火烧水推动活塞就是科技，以为把铁块做得更大就是工业，但在3000年前的商周战场上，我们就已经玩腻了这些东西。说完，我在虚空中抓了一把，一本散发着凛冽杀气由青铜铸造的《封神演义》凭空浮现。你们以为这只是一部神魔小说？不，这是一部战争科技编年史。哪吒剔骨还父，那是生物肉体兵器，是机械飞升；雷震子类生双翅，那是基因编辑与单兵飞行器。所谓的法宝，不过是你们理解不了的高维能量武器。今天我就用他们的逻辑打败他们的骄傲。没多久，我便被推上了擂台。面对那铺天盖地的坦克大军，我只是静静地翻开了手中的青铜书。施密特，你相信光吗？闻言，施密特大笑了起来。光？你是说激光吗？别逗了，那是21世纪的产物。这里是蒸汽朋克的主场。然而我却摇了摇头，不，我说的是太乙真人的光。哪吒，再死一次吧，然后拥抱新生。话落擂台中央的一片废叶池中突然长出了一株巨大的莲花，紧接着花苞缓缓绽放。只见一个全身由高强度纤维构成的少年闭眼坐在了花苞内。见状，施密特皱了皱眉，这是什么鬼东西？瓷娃娃！开火，把它轰成渣！下一刻，巨属坦克朝着那个悬浮在莲花上的少年发射了一枚重达半吨的高爆穿甲弹。见状，我一脸平静，混天绫启动模式，绝对流体防御。话落，那个瓷娃娃身上缠绕的红绫瞬间展开，变成了一道以极高的频率震动的红色纳米流体屏障，而穿甲弹撞在混天绫的瞬间便被高频震动变成了无数金属碎屑。这一幕让施密特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什么？这是什么材料？非牛顿流体还是立场护盾？这时，莲花上的少年缓缓地伸出了一只手，下一刻，一杆燃烧着等离子火焰的长枪瞬间成型，而在他的脚下同时出现了2个高速旋转的火轮，喷射出蓝色的粒子。做完这些，少年看着远处的施密特微微一笑：“我不叫瓷娃娃，我是3塔海会大神。”话落，少年瞬间消失在了原地。随着一声刺耳的金属切割声响起，冲在最前面的一辆虎式坦克突然停止了前进，随后整个坦克整齐地从中间裂成了2半。见状，施密特一脸焦急与震撼：“在那边，左翼，快转动炮塔！”然而哪吒的身影则在钢铁洪流中快速穿梭，在他身后的各种坦克纷纷整齐地裂成2半。冲进坦克群中心的哪吒取下了胸口的金环，随手一扔，下一刻，乾坤圈化作一个直径10米的金色光轮横扫而过，顿时让10几辆坦克直接爆开。看到这，施密特快疯了，该死！空中支援，齐柏林飞艇，给我进行地毯式轰炸！随后便见天空中3艘巨大的飞艇打开了弹舱，无数航空炸弹如同冰雹般覆盖了哪吒所在的区域。就在这时，我的手指在虚空中划出了一道符文，这就是你们的杀手锏，雷震子，给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制空权。说完，我身后的虚空忽然裂开，一个更加狰狞、更加具有压迫感的身影冲天而起。只见来到空中的雷震子双翅猛地一震，下一秒，那些落下的航空炸弹在半空中就被雷震子身上散发的强磁场干扰了引信，纷纷在空中变成了绚烂的烟花。做完这些，雷震子冲到第一艘齐柏林飞艇面前，举起了手中的黄金棍，雷法！轰的一声，一道直径粗达数米的粗大雷柱从黄金棍尖端爆发，直接便将飞艇的气囊贯穿。不到半分钟，施密特引以为傲的空中霸主全部拖着长长的黑烟坠落。不，这不科学，这不符合物理定律。为什么肉体能承受那么高的加速度？为什么那根棍子能放出那么高压的电流？能量来源是什么？反应堆在哪里？闻言，我轻轻笑了笑。我们不需要反应堆，因为我们的能量来自因果，来自天地元气。你们在用物质烧水，我们在直接利用宇宙的本源规则，这就是维度的差距。施密特，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那就结束了。听到这，施密特眼中闪过一丝疯狂。没结束，我还有底牌，我还有终极武器，启动诸神黄昏系统。下一刻，那些被打烂的坦克与飞艇残骸竟然疯狂地汇聚到那辆超重型坦克身上，随后便见一个高达100米、由无数废旧金属强行拼凑而成的机械增物站了起来。既然打不过你们的单兵，那我就用质量压死你们，我看你们怎么拆这座山。话落，机械巨人抬起一只足以覆盖足球场的巨脚，向着哪吒踩了下来。
就在哪吒想要冲上去时，忽然被一股无形的重力场死死压在地上，重力发生器。看到这一幕，施密特发出一阵狂笑，这是反重力引擎的反向应用，在我的领域里，你们都要被压成肉饼。闻言，我的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深邃。拼凑的垃圾终究是垃圾，施密特，你向我展示了工业的大，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封神榜中真正的绝。话落我身后的空间突然裂开了10道漆黑的口子，10股令人心悸的寒气涌了出来。10绝阵起，下一刻，原本暗红色的工业天空瞬间被10种不同的诡异光芒所笼罩。天绝阵，大气玻璃。只见那个正在踩下来的机械巨人突然动作一滞，在他周围的空气突然消失，巨人体内那些依靠内燃机驱动的辅助动力系统瞬间熄火。地裂阵，地壳共振，大地那坚实的钢板直接变成了液体般的波浪。机械巨人那巨大的双腿顿时深陷了进去。在驾驶舱里的施密特疯狂尖叫：“这是什么？魔法？巫术？还没完呢！化血阵，分子解构。”一道黑色的风沙吹过机械巨人的手臂，那条由数千吨装甲钢构成的手臂瞬间变成了漫天的铁锈和尘埃。这一幕让施密特彻底崩溃。我不服，我是科学的结晶，我是工业的奇迹，给我炸！核聚变核心过载，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说完，施密特启动了最后的自毁程序，同时机械巨人的胸口亮起了刺眼的白光，那是微型核弹即将爆炸的前兆。看着那团即将爆发的白光，我的眼中没有一丝波澜。随后，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向了那个光团。落魂阵，意识抹除，红沙阵，时空封锁。下一刻，一道肉眼不可见的波动扫过驾驶舱的施密特，他的尖叫声戛然而止，大脑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所有的意识都被强行格式化。与此同时，漫天的红沙将机械巨人包裹，而那团即将爆炸的核爆白光则被定格在了最亮的那一瞬间。做完这些后，我挥了挥手，哪吒和雷震子化作光点消失，10绝阵的异象也缓缓散去。全场死寂了1分钟后，突然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赢了！4连胜，顾七，顾七！”但在备战区的医生们脸色却难看到了极点。只因我虽然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倒下，但七窍中流出的血已经变成了黑色，那是灵魂枯竭的征兆。他在透支下辈子的命，他现在还能坐着，全凭一口气吊着。就在这时，我的声音通过现场的麦克风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工业我们也有，但我们不迷信工具，因为最强的工具永远是人。说完这句话后，我再次陷入了深度的昏迷。然而此时的西方联盟也意识到物理和常规魔法根本杀不死这个龙国人，他们决定动用最终极的概念。下一刻，屏幕上出现了第5场的主题：神格战，对战国为希腊与北欧联军，对手众神之王宙斯、雷神、索尔。规则无限制，允许动用灭世级全能。看着屏幕，领队只觉得天旋地转。前几场打的还是英雄怪物与机器，现在对面直接掀桌子让主神亲自下场了，而且是双神。这一次天眼场不再掩饰他的残酷，解说席上原本的人类解说员变成了悬浮在半空中的光球，整片天空被某种伟力强行替换成了2种截然不同的颜色。西方的半边天金色的闪电如巨蟒般在云层中穿梭，一座宏伟的奥林匹斯神山虚影悬浮在云端，而东方的半边天却是一片死寂的漆黑。先生们、女士们，以及在这个星球上苟延残喘的凡人们，前4场比赛，华夏的顾青向我们展示了凡人的智慧、勇气的极限。他战胜了英雄，战胜了怪物，战胜了机器，但是凡人终究是凡人。当真正的神降临时，一切抵抗都只是亵渎。现在跪下迎接众神之王宙斯、雷霆之神索尔。下一刻，2道无法直视的光柱从西方的天空轰然落下，左边是一个手持闪电长矛的老者，右边是一个身披重甲、手握短柄战锤的红发壮汉。就在这时，原本用来保护观众席的能量护盾像玻璃一样彻底破碎，所有的观众瞬间被神威压制的感到呼吸困难。领队看着屏幕上那一串全是问号的数值，惨然一笑：这就是什么？真的没法打，这已经不是战斗力的问题了，这是维度压制。说完，领队擦干眼泪，绝望地看着角落里的维生舱，把他推上去吧，这是最后的尊严，哪怕是死，也要死在擂台上。在100丈高的宙斯和索尔面前，我被缓缓地抬到了擂台之上。宙斯低下头，冷漠地注视着仿佛尘埃般的我，就是这个凡人杀了我的子孙。闻言，索尔漫不经心地挥舞了一下手中的雷神之锤，一只顽强的虫子，既然他已经快死了，那就赐他一个痛快吧。我也赶着回阿斯加德喝酒。就在这时，宙斯制止了索尔，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随后他的目光落在我怀里紧紧抱着的一个黑匣子上。那是什么东西？作为神王，他本能地从那卷竹简上感受到了一丝厌恶，一种秩序对混乱的本能厌恶。管它是什么，一锤子下去都成灰了。话落，索尔举起战锤，释放出一道落雷，劈在了我的身旁。在电光的刺激下，我的手指动了动，无边的剧痛让我的每一寸神经与细胞都在哀嚎。结束了吗？不，还没开天呢。下一刻，我猛地睁开双眼，那双原本失明的眼睛此刻竟然流淌出金色的血液。紧接着，我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解开了那个黑匣子上的兽皮绳。神，你们觉得自己很高贵，在我的家乡，神也是人做的，更有甚者是为了给人类开路而死。西方诸神，你们只知道统治，你们永远不懂什么是牺牲。话落，我猛地将手中的竹简抛向空中，紧接着竹简在空中散开，化作了一团灰蒙蒙的雾气，同时这团雾气开始疯狂膨胀。短短几秒钟，整个东方半场的天幕彻底变成了一片混沌。索尔原本举起的锤子僵在半空，
空，他发现自己竟然锁定不了我的位置。在那片混沌中，他的雷电感知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旁的宙斯那张原本高傲冷漠的脸上也出现了名为惊恐的表情。这股气息，这是原初，是卡俄斯的气息，不，比卡俄斯更古老、更沉重。此时，在那片混沌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轮廓正在缓缓成型，那是一个巨大到足以包裹整个银河系的人。同时，躺在担架上的我身体已经开始粒子化，这正是我的生命本质被这本禁书强行转化为了燃料的现象。就在这时，我的声音直接在所有人的灵魂深处响起，天地混沌如机子，盘鼓声其中。咚的一声，一道心跳声在天地间响起，瞬间，宙斯和索尔同时喷出了一口金色的神血。退，快退！宙斯无比的惊恐，他感受到了那个蛋里孕育的东西是所有神的天敌，那是力的极致，是道的源头。但紧接着，他们突然惊骇地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被锁死，那片混沌雾气像是有意识一样，将整个天眼场包裹成了一个封闭的界域。此时，我的身体已经消失了一半，但我脸上的表情却前所未有的安详。万八千岁，天地开辟，咔嚓一声，那个巨大的蛋裂开了一条缝，一道无法形容的腐刃的寒芒从裂缝中射出。看着那把斧头，索尔手中的雷神之锤发出了哀鸣，那是神器在面对超神器时的本能恐惧。而知道逃不掉的宙斯歇斯底里的咆哮：“挡住他，全力挡住他！奥林匹斯神域全开，阿斯加德英灵殿降临！”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听不到他们的咆哮了，在我的意识与身体消散前的最后一刻，仿佛看到了那个从蛋里站起来的巨人。那个巨人没有脸，或者说他的脸就是众生。巨人看着面前这片令人窒息的混沌，以及混沌中那两个聒噪的小虫子，只觉得很闷，所以他要劈开它。下一刻，巨人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斧头，简简单单地从上往下劈了下来。只见一道黑色的细线出现在天地之间，这条线划过了宙斯和索尔的身体，连同他们身后的神山虚影，连同这片混沌的天幕，甚至连同整个国运擂台的概念，全部都变成了最原始的能量，滋养着新生的天地。西方观众席上的所有人跪倒在地，这就是龙国的创世神吗？当光芒散去后，擂台上已经没有了宙斯，没有了索尔，也没有了那个巨人的身影，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担架和一卷散落在地上的竹简。华夏备战区的领队早已哭成了泪人。赢了吗？许久之后，那个宏大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只是这一次少了几分冷漠，多了几分敬畏。第5场胜者龙国，由于对方神格完全破碎，且场地被永久性改变，天眼委员会判定龙国5战全胜，国运挑战通关。这一刻，所有的龙国人冲上街头相拥而泣。但是人们在欢呼之后，突然想起了那个总是穿着长衫、戴着眼镜、一脸病容的青年，难道他真的献祭了自己？就在这时，那个散落在地上的竹简突然动了一下，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擂台中央的那片新生的泥土里长出了一棵桃树，桃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花结果，而在树下，一个半透明的身影缓缓凝聚，他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依然戴着金丝边眼镜，只是他的身体不再是血肉之躯，而是由无数飞舞的金色文字组成的灵体。这时我抬起头看向天空中的那个光球，又看向屏幕外的几十亿人类，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各位，故事讲完了，但文明才刚刚开始。从今天起，我不做召唤师了。说着的同时，我的身影化作无数光点，开始缓缓升空。我是守墓人，也是记录者，只要龙国文脉不断，我便永生不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